多年以前，作为西班牙皇家海军上将的萨拉查极度仇视海盗，因为父辈们都是死于海盗之手。他率领着强大的西班牙舰队，对海盗们奉行斩尽杀绝政策。那段时间几乎成了海盗们最黑暗的时刻，无数海盗船被击毁。黑珍珠号的前任船长临死前将罗盘托付给了初出茅庐的杰克，看着罗盘指向远处的魔鬼三角洲，杰克想到了个主意，他重新升起了海盗旗，不断的挑衅着萨拉查。怒气值飙升的萨拉查追着黑珍珠号冲向了魔鬼三角洲，没想到杰克在门口利用绳索来了个大漂移，看着远处一脸轻蔑甩着罗盘的杰克，无法回头的萨拉查直接撞进了三角洲，等待他的是船毁人亡。痛苦和怨恨折磨得他们不得安息，诅咒着他们变成了亡灵大军。18年后，威尔的儿子亨利已经长大成人，为了把父亲从荷兰人号上解救出来，他到处寻找方法，如今正在海军当水手。当他发现船正驶向魔鬼三角洲时，立刻出言警告，但是作死的船长不但不听，还把他当叛徒关押起来。开进三角洲的军舰立马遭遇了亡灵大军的袭击，萨拉查屠杀了船上所有的人，仅仅留下了亨利一个活口，为的是让他给杰克带个口信，萨拉查迟早会抓到他的。海港的监狱中关押着卡特琳娜，她因为研究星象日记被当作女巫抓了起来，如今她找了个机会逃了出来。此时外面市长正在宣传他们最安全的银行，打开保险柜后，里面竟然是杰克和衣衫不整的市长夫人。头上发力的市长直接下令开火，结果后面海盗们已经把整个保险柜拖走，但是没什么卵用，保险柜大门没锁。到海边的时候就剩下了一个金币，再也无法忍受失败的船员们抛弃了这个船都没有的船长，看着依然封印在瓶中的黑珍珠号，杰克也一时茫然。另外一边，幸存的亨利被海军以逃兵罪判处死刑，但他昏迷时念叨的三叉戟和海盗吸引了躲在这里的卡特琳娜。卡特琳娜取出了父亲留下的伽利略日记本，上面还镶嵌着一颗红宝石，上面记载着血月出现的时候才能解读出波塞冬航海图，从而找到海王三叉戟。传闻三叉戟能破解海上一切诅咒，亨利也为了父亲寻找他很久了。此时海军出现逮捕了卡特琳娜，亨利趁乱逃跑。外面身无分文的杰克为了买酒狠心当掉了自己的罗盘，当罗盘离开他的那一刻，魔鬼三角洲的封印解除，萨拉查带着他的亡灵大军重见天日。醉酒了杰克被市长抓了起来。同一个监狱里，卡特琳娜在血月下用红宝石破解了藏宝图。另一边，目睹杰克被抓的亨利跟了过来，他请求杰克帮他找三叉戟救威尔。杰克不为所动，但亨利说出萨拉查的消息时，杰克就吓尿了。一艘金碧辉煌的船上，功成名就的巴博萨正在悠闲的品茶，但是手下报告说，萨拉查已经在海上攻击所有海盗。有些慌的巴博萨找到女巫，女巫告诉他，要么找到三叉戟，要么回家种地。巴博萨不甘心失去财富和地位，临走时还问了句，我能否保住自己的宝藏？女巫并没有正面回答他，给了他杰克的罗盘，意味深长地告诉他，你会找到自己的宝藏，就看你愿意付出什么代价来保住它。外面杰克和卡特琳娜被押赴刑场，眼看就要被执行死刑，亨利和吉布森等人救下了他们。一行人驾驶着一艘破船逃到了海上。曾经有网友议论第3部的黑胡子和第5部的萨拉查哪个强，其实这里已经有了答案。手持特里同志剑的巴博萨其实和黑胡子已经相差无几，但是经不住萨拉查给来了个天王盖地虎，直接扔一艘鬼船到你脸上，怕不怕？反正巴博萨是怂了，他提出帮萨拉查找到杰克来保住自己的性命。第二天，果然杰克他们的船出现在他们眼前，得知萨拉查的目标是杰克的船员们立马反水，把杰克3人放逐到小船上。萨拉查放出了魔鬼鲨鱼，自己亲自带领亡灵大军杀了过来。危机关头，杰克勾住了鲨鱼，发狂挣扎的鲨鱼反而把他们带到了岸上。亡灵大军收到诅咒，一上岸就会化为灰烬。烤熟的鸭子飞了，气急败坏的萨拉查回到船上拿巴博萨等人出气。巴博萨表示愿意帮忙上岸抓捕杰克，但是上岸后就用特里同之剑刺穿了杰克的瓶中船。传奇海盗船黑珍珠号终于重新现世。上船后，由卡特琳娜掌舵带他们寻找三叉戟。巴博萨看到了卡特琳娜手中的伽利略日记，明白了她就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女儿，但他并没有勇气上前相认。突然间，英国海军杀了过来，两方人还没交火，海军就被萨拉查的旗舰拦腰截断。萨拉查带队杀上了黑珍珠号。这里说句题外话，萨拉查的扮演者哈维尔巴登现实中的妻子就是加勒比海盗4中的杰克老情人安妮。现在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萨拉查对杰克那么恨之入骨了吧？双方你来我往打得不可开交。卡特琳娜此时根据星象找到了海岛的位置，亡灵大军不敢上岸，只能撤回了鬼船。但是萨拉查掳走了亨利。上岸后的众人启动了法阵，远处的大海被一分为2。三叉戟就在那里。杰克捡起了卡特琳娜掉下的日记本，放进了怀里。萨拉查附身在亨利身上，追了过来。杰克不愿伤害亨利的身体，打得束手束脚。抢到三叉戟的萨拉查扔掉了亨利的肉身，他再也不畏惧诅咒，能在陆地上行走。
萨拉查一个龙吸水把杰克捆住，耍了一圈后砸到地上，上前一个穿刺。然而三叉戟是法杖，不是武器，被日记本挡住了。亨利趁机一剑击碎了三叉戟，此时所有诅咒都被解除，亡灵大军也恢复人形，大海也即将合拢。巴博萨开着非珍珠号前来接应，他拉住了卡特琳娜。看到巴博萨手上的纹身，卡特琳娜明白了眼前的男人就是自己寻找多年的父亲。此时萨拉查已经追上来，巴博萨松开了锁链，冲向了那个恶魔。他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了自己最珍贵的宝藏。故事结尾。解除封印的威尔特纳回到了妻子身边，但是惊醒他的大蟹钳给下一步留好了悬念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下一步巴博萨还会回归吗？我是琉璃，我们下期再见。